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葡萄的果实饱满而多汁，每一口都伴随着丰富的口感，让人欲罢不能，深受大家喜欢。但由于葡萄的个头小，大家也会忽略葡萄到底洗干净了没有，买回来也就用流水随便冲洗就完事了。刚洗完的时候，看上去好像是很干净，但是晾干了之后，葡萄的上面呢还是很脏的。果粒这么密集，夹杂的灰尘很不容易洗掉。葡萄如果不彻底清洗干净的话，吃下去很容易拉肚子的。所以清洗葡萄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用剪子把葡萄一串串的剪下来。大家买葡萄不要光看颜色，因为颜色呢只是判断葡萄成熟最基本的一个标准。想要买到特别甜、成熟度高的葡萄，大家只需要尝一下葡萄串最上面的葡萄。如果最上面的葡萄吃着都甜，那么整串呢都会很甜，因为葡萄成熟时都是从下开始成熟的。如果顶部都吃着甜，那么这种葡萄成熟度特别高哦。跟着呢，我们把葡萄架一个个的剪下来，让果粒之间不那么密集，夹杂的灰尘呢就容易洗掉，否则直接洗和没洗是一样脏的。这里注意，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拔梗，很多洗葡萄时喜欢将果粒直接撕扯下来，这种做法呢是不对的。如果直接撕扯，会将果实的纤维拉出，伤了葡萄，而且里面的果肉呢就裸露出来了。这样在清洗时，脏东西很容易从破损处进入果肉，导致二次污染，这样果肉口感容易变味不说，而且呢很容易变质发霉，不易保存。所以最好剪的时候呢，保留一段果梗。剪完之后，可以看到葡萄交接处平滑完整。如果用拔梗的方式，后期呢也不易储存，一天吃不完呢就容易坏掉。好了，剪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准备这种可食用的小苏打，将其撒入葡萄中，跟着我们再准备少许的面粉，一同加入碗中，然后加入多一些的长浆水，没过葡萄。我们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，然后轻轻地把葡萄搓洗3分钟，使每一粒葡萄之间呢产生摩擦，这样葡萄表皮就会逐步变干净了。科技与狠活，这句话语相信大家都有听过。现在的蔬菜水果不打农药，根本留不得吃，植物特别容易招病虫，所以在吃这些东西之前，一定要好好清洗几遍。毕竟是入口的东西，再怎么谨慎小心都不为过。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，更应该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哦。而小苏打、面粉水清洗葡萄的原理，是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物质。当葡萄表面的虫子和虫卵遇到碱性物质时，它就会自动脱落下来。小苏打粉中的碳酸成分可以和果蔬中的酸性物质发生反应，产生弱碱性的小苏打水，从而去除农药残留。而面粉本身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它可以将水中游离的虫卵、虫子都吸附到水底，能够将葡萄彻底洗干净，是一个很科学的清洗方法哦。2-3分钟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虫卵杂质，有部分呢都漂浮在水面上了。现在我们将葡萄控出脏水，捞出来，再次放入长浆水中。这次呢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杀菌食盐。然后下手将食盐搅拌溶解，然后将其浸泡10分钟。食盐水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可以有效的消灭掉葡萄表面的细菌，而且这样清洗过后的葡萄也可以多保存2天，保证葡萄的口感。时间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下手淘洗。哇，现在葡萄看着就很漂亮了。最后我们用清水加盐水冲洗掉，就可以食用了。这样清洗过后的葡萄，放上2-3天也不会出现腐烂的味道。现在葡萄呢就清洗干净了，
每一颗都晶莹剔透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了。就连葡萄皮呢，都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，装入滤盆中沥干水分，吃起来更健康哦。记得最后一次漂洗，最好用凉白开或纯净水，这样吃起来才不容易拉肚子哦。现在葡萄没有那层灰蒙蒙的，一颗颗都亮堂堂的，像小珍珠玛瑙一样漂亮，看着是不是更有食欲了呢？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道葡萄美食，专为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设计的，甘甜多汁，QQ 弹弹的特别美味哦。天气炎热时吃，冰凉又解暑，既不伤胃又养生，比吃各种冷饮呢，要来的健康的多。首先，我们把葡萄蒂去掉，跟着呢，把葡萄切成小份。俗话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虽然果肉甘甜多汁，营养丰富，而葡萄皮看似味道发涩，但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更高。葡萄皮内呢，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而花青素又可以延长衰老、美容养颜。如果我们买的葡萄皮不是特别厚，味道也还可以的话，建议就连葡萄皮一起吃吧。切好以后呢，将葡萄放入锅中，跟着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黄冰糖，增加口感，多少根据个人口味习惯来决定。然后再往里边呢加入5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。水开之后呢，转中火继续煮。这个过程只需要4到5分钟，煮太久没有丝毫的意义。高温煮制的目的是为了将它们里头的花青素快速的分离出来，把葡萄的营养香味融入汤中。时间到了，就可以把残渣打捞出来了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打捞干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火关了。现在我们准备1包白凉粉，边倒入锅中边搅拌。用量包装上，根据用量匹配合适的水来就可以，不要一次性全部倒进去，那样搅拌不均匀，容易有疙瘩。没有白凉粉，用冰粉粉呢也是可以的，就一直搅拌至白凉粉彻底溶解，没有白色面粉状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像这样略微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准备一个碗，然后呢将葡萄水倒入碗中，等其拢去定型就可以了。葡萄水凝固呢是很快的，所以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，千万不要让它在锅中久留。可以将它自然放凉，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室里边冷藏一会。天气炎热的话，那样吃起来口感更爽哦。哇，冷却之后呢，颜色是不是更漂亮了呢？现在我们将它倒扣在案板上，看看 QQ 弹弹的，是不是看着就很有食欲呢？接下来随意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块就可以了，可以吃原味的，也可以吃各种口味的，只要搭配不同的酸奶就好了，牛奶也可以搭配。这个葡萄果冻，啊，这太享受了吧！用葡萄煮出来的汁水，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果香味浓郁呢。看看这 Q 弹的效果，孩子们一定喜欢。超好吃的葡萄果冻，制作简单，保留水果的新鲜，吃起来特别过瘾，晶莹剔透，清凉爽滑，果香浓郁，一口一个太解馋了。葡萄美味多汁，确实吸引人。然而在享受葡萄带来的美味时，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清洗葡萄的过程中，一定要冲洗干净，避免残留的农药和其他杂质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口感。同时，在食用葡萄之前，也要注意检查是否有破损或者变质的情况，避免因食用不当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。好啦，今天的方法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